3日时间到了，小子，本尊已为你挑选了一位适合你的引路长老。忽然，那神秘存在的声音响起，紧接着，楚风周围便是一阵变幻。当变幻停止之际，楚风已是离开了山洞，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此时的楚风立于一个茫茫草原之上，草原之上的不远处有着一个由石头堆砌而成的房子，房子虽小，但却十分精致。它立于这茫茫草原之上，竟没有丝毫违和之感，反而相得益彰，就宛如本身就是属于这草原的一部分一样。这回应该不是幻象了吧？但是眼下楚风关心的却是此时他身处的地方是否还是幻象。这不怪楚风多疑，而是楚风之前在那卧龙选拔阵内所经历的幻象实在太过逼真，逼真到楚风现在也是无法确定眼前的一切是否是真的。而楚风之所以会怀疑此处乃是眼前世界看似正常，可也只是指地面，那虚空之上可是非常的不正常。虚空之上阴云密布，而那阴云滚滚翻腾，宛如倒涌的海洋，铺满了整个天空。阵阵刺耳的轰鸣不断炸响，没有一阵轰鸣炸响，便有2道紫色的雷霆在乌云之中闪烁。紫雷太多，并且每都是2道紫雷同时涌现，就宛如一双双巨大的紫色眼睛藏于乌云之中，偷偷地打量着下方的人间。虽感受不到任何压迫感和危险的气息，可只是看到虚空的景象便令人十分不安。楚风尝试用天眼观察，可却观察不出任何异样，甚至他都看不透那乌云之中的紫雷到底是什么。楚风也不知那究竟是异象还是真的有灾难降临。总之，虚空的景象给楚风的感觉十分不好。就在楚风观察之际，那石屋的房门打开，一道白发苍苍、面貌整洁却衣着朴素的老者从石屋内走了出来。你来此处是有何事吗？老者看着楚风，主动询问道。还不待楚风回答，那老者便忽然身体一颤，那个动作就像是被鬼上身了一样。不过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一瞬间，那老者就恢复了。只是那老者再度看向楚风之际，目光却变得十分复杂。他好像认得楚风，又好像不认得楚风，那就像是一种自我怀疑的眼神一样。此人名为段柳风，名字之中也有一个风字，与你倒也有缘，就让他做你的引路长老吧。记住，你是在外修炼的时候遇到这段柳风的。当他告知你，你可以进入卧龙武宗，有资格成为卧龙武宗的弟子后，你便直接与他来到了此处。对于其他，你并不了解。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乃是卧龙选拔阵内那神秘存在的声音。前辈，那在卧龙武宗内能否提起关于您的事呢？楚风本来想回应那神秘存在，而之所以这样问，乃是楚风觉得这神秘存在的确有够神秘。楚风隐隐间觉得他与这卧龙武宗虽然有所关系，但似乎这关系又很不同寻常。只是楚风的暗中传音虽顺着神秘存在的暗中传音传了过去，但却没有再收到那神秘存在的回应。楚风，随我来吧。忽然，那名为段柳风的老者对楚风说话了。此时他的眼中已经没有了自我怀疑的神色，就好像真的认识楚风一样。虽然是被神秘存在修改了记忆，但这段柳风显然也是适应了被修改后的记忆。他是真的认为楚风是被他从外面带入卧龙武宗的了。楚风跟在段柳风身后，也在暗暗观察着段柳风。本来想看一下段柳风的修为，可却发现他身上的衣服乃特殊材料所做，若他不施展手段，哪怕是楚风也无法看穿他的修为。楚风关于这卧龙武宗实在是有着太多好奇，一番观察之后便询问了起来。前辈，叫我段长老即可。可楚风话未说完，段柳风便提醒了起来，示意楚风称他为长老即可。楚风明白这段柳风并非矫情，那感觉更像是他承担不起楚风叫他前辈一样。段长老，虚空之上是发生了变故吗？楚风问道。你倒是挺好奇。段长老说道。这样壮观，怕是没人会不好奇吧？楚风笑着说道。其实告诉你也无妨，反正你若无法通过测验，就会被抹除记忆，强制离开卧龙武宗。若是你能够通过测试，这件事你也是迟早要知道。段长老思索了一下后，才说出了这句话。那是卧龙武宗10年一次大劫，若不能及时化解，会对卧龙武宗进行破坏。段长老说道。每10年便有一次，那大劫都是相同的吗？楚风之所以这样问，那是想确定一件事，若是大劫每次相同，那卧龙武宗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必然早就有了应对之法，这大劫不足为惧。若是每次大劫都不相同，那对于卧龙武宗来说，想必也是有着一些麻烦的。以往的大劫倒是相同，但这一次却是不同。以往的大劫无需宗主大人出手，只需副宗主大人出手就能化解，可是这一次已经持续了足足3日的时间，哪怕副宗主大人联合几位卧龙长老大人，也是难以化解。看来只能等到宗主大人出关，才可化解此次大劫了。段长老说道。持续了3日时间，又有所不同，该不会与我有关吧？楚风想到了这里，便又忍不住问道。段长老，您可知道卧龙选拔阵？楚风此话一出，那段长老前行的身影竟立刻停住，且回头看向楚风，目光变得刮目相看。你竟知道卧龙选拔阵？是谁告知你的？段长老颇为凝重地询问道。乃是偶然间听一位高人前辈提起过，说进入卧龙武宗并非只有被卧龙武宗选中，若是自身足够优秀，也是可以通过一座传送大阵进入卧龙武宗的。而那座传送大阵的名字便叫做卧龙选拔阵。楚风并未如实相告，主要是怕给牛鼻子老道惹麻烦，毕竟这里可是强者如云、深不可测的卧龙武宗啊。那你所说的那位前辈高人叫何名字？你可知晓？段长老询问道。遇到那位前辈也是机缘巧合，相识时间甚短，关于那位前辈的事情，晚辈并不知晓。楚风说道。难道是我卧龙武宗的人？段长老若有所思，但却也并未怀疑太多，旋即说道。卧龙选拔阵的确存在，若是有人能够通过卧龙选拔阵，可否会引起异象？楚风继续问道。根据我宗记载，若是有人通过卧龙选拔阵，的确会引起异象。段长老说道。
前辈，那此时虚空之上的有没有可能不是大姐，而是有人进入卧龙武宗所引发的异象？楚风问道。自作聪明。听闻楚风此话，那段长老却是叹息着摇了摇头，立刻丢楚风的猜测给予了否认。卧龙选拔阵的异象远比此时的景象壮观得多，况且卧龙武宗选拔阵从未有人通过过，若有人通过，早就传遍卧龙武宗了，怎么会在今日还没有任何声音？段长老说道。既然从未有人通过，段长老又何以断定虚空之上的异象就并非卧龙选拔阵引起呢？楚风很是客气地询问道。因为宗门记载乃开宗祖师所留，绝不会错。楚风啊，我看你十分聪明，但你的这些小聪明还是放在正事上面，不要妄自猜测与你无关之事。你现在要接受宗门的测试，唯有天赋合格，你才能够留在卧龙武宗拜师学艺。若是不能通过测试，你就将被抹除记忆，名字也被写上卧龙武宗的废字榜，永生都无机会拜入卧龙武宗。段长老说道。听闻此话，楚风淡淡的笑了笑，他不是妄自猜测，只是想从段长老口中确定一下此时天上的异象是否与自己有关罢了。至于那所谓的天赋测试，楚风后面又询问了一下段长老，其实这天赋测试就是正常的天赋测试而已。虽然那神秘存在已经告知过楚风，因为三魂七魄被锁，楚风的各方面手段都会有所影响，但哪怕如此，楚风觉得以他的本领也不至于不合格，毕竟三魂七魄还在自己身上。楚风具体状况楚风还是了解的，以他现在的情况，引起异动怕是极难，但若是通过天赋测试，应该还是不难的。跟随段长老前行，很快楚风便来到了一座广场之上，平原之上已是汇集了不少人，那些小辈出身各不相同，甚至还有妖兽在其中，他们有的自信满满，有的则是十分紧张。至于长老，无论是年迈的老者还是面若中年之人，都是穿着与段长老相同的服饰。这些长老最少的也是带着一名弟子，多的甚至带着十几人。眼下这些弟子正在排队做测试，那测试乃是3块石台，3块石台分别写着“一钱卖”3字，踏在石台之上，石台会释放出光华，便可判定天赋的高低。楚风发现，只要踏上石台，闪烁白光便可通过，若是没有闪烁光华，便会被淘汰。居于此处的弟子虽多，但是踏上石台能够使得3个石台都释放白色光华者却是少之又少。大家快看看，是什么稀客来了！楚风与段柳风还未落地，便有人将目光投了过来，阵阵议论的声音便随之响起。哟，这不是段柳风吗？段柳风，你这就是你口中的可成卧龙的弟子吗？我看这年轻人不怎么样啊，这种货色也有成为卧龙弟子的潜力。段柳风刚刚落下，竟有不少长老围了过来，他们看似询问，可话语之中更像是讥讽。而其中一位面容刁钻、脸色发黄的长老，对段柳风的嘲讽更甚。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长老的身后也跟着一名小辈，那是一个衣着华丽的妖族男子，此人也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看着楚风，那种眼神就像是他高于楚风一等一般，但楚风却一眼就看穿，此人修为其实不强，至少与楚风相比实在太弱，他不过是3品尊者罢了。虽然小辈之中这个修为已是不弱，但若与楚风相比，自然是不堪一击。诸位长老，我段柳风没有带弟子回来，是因为没有找到和我眼缘之人，却从未说过我段柳风找的弟子是可成为卧龙弟子之人。段长老说道。哟，瞧这话说的，大家都来看看，这就是段长老找了3000年才找到的所谓合眼缘的弟子。段长老，你要记住，你不为宗门选拔弟子倒也无妨，但你既然选了，就要选适合宗门的弟子。合眼缘这种话也说得出来，你还配做卧龙武宗的长老吗？旁人冷嘲热讽，而那黄脸老者更是一脸恶意，开始给段长老扣起了帽子。这位长老，是谁规定选拔的弟子就一定要适合卧龙武宗的？若是每一个弟子都应该适合卧龙武宗，那岂不是此处没有通过测试的弟子都要受罚，将他们带回来的长老也都要受罚？楚风忍不住说道。楚风，不要惹事。见状，沉默许久的雨莎赶忙开口劝阻，淡淡嘱咐过他，要劝阻楚风，不能让楚风招惹事端。而楚风初来乍到，如今连测试都未通过，显然不该得罪此处的长老。无礼之徒，凭你也胆敢与我如此说话，找打！果不其然，那黄脸长老并非善辈，楚风不过顶嘴而已，可是他便抬手一掌，对着楚风便轰了过来。只是他一出手，楚风便冷笑了起来。这黄脸老者远没有楚风想象的强，他乃是4品至尊，这样的修为，哪怕楚风修为被封，也是丝毫不惧。但同时楚风心中又有所疑问，卧龙选拔阵的神秘存在那般强横，怎么卧龙武宗内的长老却如此之弱？尽管心中有所不解，可是面对这位黄脸长老的攻势，楚风也不会坐以待毙。可就在楚风即将出手之际，一道身影却忽然拦在了楚风身前，乃是段柳风段长老。只见段柳风抬手一掌，与那黄脸长老的轰来的手掌对在了一处，两掌相对，段柳风寸步未退，可那黄脸长老不仅倒退数步，更是赶忙用另一只手抓住那刚刚攻来的手腕，面容扭曲，尽显痛苦。只因段柳风的修为在那黄脸长老之上，5品至尊。段柳风，你的修为居然增进了！人们看着段柳风，目光中皆是惊讶，可是这抹惊讶却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修武者修为增进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这些人如此惊讶，则是显得很不正常。这让楚风意识到其中必有蹊跷。前长老，我带回来的弟子，就算言语有何不妥，也轮不到你来教训。况且我觉得他所言并无不妥。段柳风对那黄脸老者说道。黄脸老者轻哼一声，他十分不爽，可因为技不如人，却也只能将自己的不爽忍气吞声。但看这个家伙，看段柳风的眼神，
总觉得这家伙对段柳峰怨念十足，怕是不会善罢甘休。楚风，去排队进行测试，记住我之前对你说的。段柳峰对楚风说道，而楚风也不怠慢，立刻踏上了等待测试的队伍。花许，你也去。那黄脸老者对着他身后带来的妖族男子说道。那名为花许的妖族男子倒是心领神会，紧跟在楚风身后，也加入了排队的队伍之中。你倒是敢说话，居然得罪带我入门的长老大人，等一下我就让你脸面丢尽。一道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那说话的正是楚风身后的花许。楚风理都没理，对于这种货色，楚风实在见得太多了，和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找个机会狠狠教训一番便是。只要教训他们一顿，教训得够狠，他们就不敢再猖狂，若是还敢猖狂，就教训到他们不敢为止。看着前方之人的测试结果，楚风已经知道这测试并不简单，至少楚风所看到之人，只有20%的人能够通过测试，剩下80%的人都要惨遭淘汰。终于轮到了楚风。其实在其他弟子接受测试的时候，除了将其带入卧龙武宗的长老外，大多数长老都不会在意，而是个聊个的。但轮到楚风的时候，却有多位长老都将目光投了过来。之所以会如此关注，想必是与段柳峰段长老有关。楚风总觉得这些人对段长老都是很有敌意，但楚风现在没时间去了解太多，他现在要做的是通过测试，必须留下来。楚风踏上第一个石台，这个石台上面写着“毅”字，也就说明这是毅力测试。楚风的毅力远胜于常人，对于这毅力测试，楚风倒是自信满满。只是刚刚踏在上面，楚风的自信却动摇了。他能够感受到一股力量自石台涌现，进入他的体内，这正是对于毅力的测试。正常来说，凭借他的毅力，这种程度的测试，楚风可以轻松招架。可是此刻，楚风有了几分难以支撑之感。最重要的是，脚下的石台还没有释放出光芒。3个石台分别是毅力、潜力以及血脉的测试，若有一个不合格，那都是要被淘汰的。楚风必须让是哪个石台都释放出光芒才行。卧龙魂甲的影响竟如此之大，直至此时，楚风才终于明白，为何那神秘存在对楚风说，不能让人知道他是从卧龙选拔阵内进来的，反而费尽心思的让段柳峰成为他的引路长老了。就凭楚风现在的修为以及各方面的手段，若是说出去，的确不会有人相信。楚风咬牙坚持，总算承受了第1轮考验，但是紧随起来的2轮考验，楚风竟承受不住。不过好在脚下的石台已是亮起了白色光华，尽管没有更进一步，楚风总算是通过了第1个石台的考验。随后楚风踏上第2个石台以及第3个石台，虽然第2个石台以及第3个石台也都散发了白色光华，可是只有楚风自己知道，他居然都是险过，但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只要能够留下来就可以。尽管楚风也在意这种测试的结果，但他有多少本事，他自己清楚，并不急于一时，终有一日，他楚风的名号会响彻整个卧龙武宗。毕竟他要救的可是如今已在卧龙武宗内大名鼎鼎的紫菱段长老，3000年未曾带弟子回来，如今终于带回来一个，还以为多么利奥的，没想到竟只是这种程度的弟子。见到楚风如此，那黄脸长老虽然没有再说话，可是其他长老竟也冷嘲热讽。看得出来，在这里段长老得罪的人还真不在少数，只是人们还来不及过多嘲讽段柳峰，便将目光投上了石台。如果说刚刚楚风站上石台已有大部分长老去注意的话，那么此时那石台却吸引了在场所有长老与弟子的注意，就连楚风也不例外。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就算通过测试，也只是使得那石台绽放白色光华，只有个别几个人使得个别石台上绽放出了灰色的光华。可是此时那石台上面却绽放起了淡蓝色的光华。最重要的是，此时站在那石台上面的正是黄脸老者所带回来的弟子，那个名为花许的妖族男子。而偏偏楚风看向花许之际，那花许也在看着楚风，嘴脸之上尽是得意。钱长老，恭喜啊！钱长老，你可真是好眼力啊，竟找到了如此优秀的弟子。招收到这样优秀的弟子，这可是能够得到宗门的中品赏赐的。一时之间，几乎在场的所有长老都是一脸溜须拍马的向那黄脸长老道贺。而此时黄脸长老也是一脸的得意，更是特意看了段柳峰一眼，也讽刺的看了楚风一眼，这才再度将目光投向那花许。花许，你果然没有让为师失望。钱长老抚摸着胡须，笑眯眯的说道。为师？钱长老，难道这花许要拜你为师吗？你能够确定吗？听闻此话，众位长老一个个眼睛瞪得溜圆，以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问道，并且颇为诡异的是，拜师明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是这些长老却是有些怀疑，那种眼神就像是觉得这钱长老是在说谎一般，并不太相信他所说的话。是啊，花许早就答应了老夫，若能通过天赋测试，便拜老夫为师。钱长老说道。恭喜钱长老，贺喜钱长老。钱长老真是可喜可贺呀，收到了如此优秀的弟子，你就可以回到北玄院了，日后可莫要忘记我等了。以钱长老的修为，早就可以进入北玄院，成为北玄院的长老了，只是缺少一个契机罢了。如今收到花许这样的弟子，哪怕进入北玄院，身份也将高人一等啊。此一时，那些长老溜须拍马之态更甚，但同时他们也时不时地看向花许。对于花许拜钱长老为师之时，他们依旧狐疑。钱长老，多谢您引花许进入卧龙武宗，不过花许其实并无拜钱长老为师之意。终于花许开口了，他竟当众拒绝了那钱长老。而最诡异的是，花许的当众拒绝，那些长老们并无太多的意外，反而是幸灾乐祸地看向了钱长老。而那钱长老不仅面容尴尬，更是目露怒容，气得脸色都变了。花许，你在说什么？我引你入宗之后，可是亲口问过你，若是通过天赋测试，可否愿意拜老夫为师？
你可是亲口说过，只要能够成功拜入宗门，便愿意拜老夫为师的。现在你这是要出尔反尔了吗？钱长老怒声问道。不瞒钱长老，其实我族之内有一位前辈，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拜入卧龙武宗，一次外出执行任务，在其师尊奖赏之下，他也是得以回到我族探望。因此，对于卧龙武宗挑选弟子之事，我也是有所耳闻。我若只是如那个废物一样，使得测试台释放白色光华，那我拜钱长老为师尊，并非不可。说这句话的时候，那花许特意看了楚风一眼，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口中的废物其实就是在说楚风。但现在我可是释放出了蓝色光华，我这样的天赋完全可以得到东龙院长老的青睐。可我若拜您为师尊，以您的修为，只能带我进入北玄院。钱长老，你身为卧龙武宗的外院长老，应该知道东龙院与北玄院的差距。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而修武者更因为自己的前程考虑，所以还请钱长老不要与弟子计较，因为弟子想进入的乃是东龙院，而并非北玄院，还请钱长老成全。话到此处，花许对着钱长老施以一礼，而对于花许的这番话，那些围观的长老们倒也是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没有一个人去责怪花许。他们都知道花许所言乃是事实，在测试台上释放出蓝色光华的弟子，的确可以得到东龙院长老的青睐。钱长老想让花许拜他为师，的确是痴心妄想。这就是为何当钱长老说花许要拜他为师的时候，那些人会不太相信的原因。钱长老气得咬牙切齿，瑟瑟发抖，看得出来他已经后悔了，后悔带着花许进入卧龙武宗。可是他却强忍着怒火，露出一抹笑脸，竟对花许回以一礼。花许，这样说就严重了。其实我先前那样问你，也只是随口一说，你天赋利奥的，就算你愿拜老夫为师，老夫也不会真的耽误你。这钱长老明明很是愤怒，可却一改态度，竟有着几分惧怕花许之意。而对于钱长老这态度的变化，这些长老们其实也都能够理解。花许刚刚那番话乃是另有玄机，花许族内有前辈也在卧龙武宗，并且花许的那个前辈还能够离开卧龙武宗回到族内探望，这说明花许的那位前辈非同一般。花许虽然是刚刚踏入卧龙武宗，可实际上在这卧龙武宗之内，他也是有靠山的，那种靠山远非钱长老可比。这就是为何钱长老明明气的脸色都变了，却还会改变态度的原因。他不敢得罪花许，既是如此，那是最好。钱长老，您放心，引路长老的奖赏，弟子会上报给您的。花许说道。那便多谢了。钱长老回以一礼，此时他脸上的笑容自然了许多，想必也是相同了。毕竟花许这种弟子，他的确不可能留得住，但能够得到奖赏，也是知足了。段长老，他们所说的东龙院还有北玄院是什么意思？此时楚风已经回到了段柳峰身旁，对其问出了自己心中好奇。他刚进入此处的时候，就发现那盘坐在3座测试石台后面的长老穿着的衣服与段柳峰他们的不太一样，不仅不太一样，那些长老的胸前以及后背还都以精致的材料绣上了北玄院3个字。段柳峰先前只告诉楚风，通过天赋测试可拜师学艺，但却并没有过多的讲述关于这卧龙武宗的事情。而刚刚花许与钱长老的对话，更是听得楚风云里雾里，使得楚风越发好奇。而这一次段柳峰倒是没有再隐瞒什么，而是为楚风讲述起了这卧龙武宗的格局。卧龙武宗由强至弱分为东龙院、西虎院、南阙院以及北玄院，还有外院。凡是通过天赋测试的弟子，都有机会进入东龙、西湖、南阙、北玄4院修炼。修炼时间为1年，若是1年内达到标准，便可一直留在院内修炼；若是1年时间没有达到要求，将会被下放到外院。若是被下放到外院，也就等于失去了前程。因为所谓外院，无论是长老和弟子，都是一群打杂的人罢了，已经算不上是真正的长老和弟子。如段柳峰和钱长老以及在场的大部分长老，其实都是外院的长老罢了。不过他们这些外院长老也并不是一辈子就只能如此，他们还是有机会进入北玄院的。想要脱离外院进入北玄院，有2个方法，一个是自身修为达到要求，得到北玄院的青睐，方可进入北玄院。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捷径，那就是寻找优秀的弟子。只要找来的弟子能够通过天赋测试，又愿意拜他为师，那么这位长老就有资格进入北玄院。但是因为外院这些长老之前的身份和实力都是处于卧龙武宗垫底的，所以哪怕通过测试的弟子愿意拜他们为师，也只能进入北玄院，绝对不可能进入其他分院。可是通过天赋测试的弟子是有机会得到其他分院长老的青睐的。正常来说，在测试台释放出白色光华的弟子也只能进入北玄院，但是释放出灰色光华的弟子就有可能被西虎院以及南阙院选中。至于如花许这种能够释放出蓝色光华的弟子，莫说西虎院和南阙院，就连最强的东龙院也愿意收其为弟子。若是花许拜钱长老为师尊，受钱长老的影响，花许也只能与钱长老一同进入最弱的北玄院。可若不拜钱长老为师尊，他就会得到西虎院、南阙院甚至东龙院长老的青睐，有机会成为东龙院长老的弟子。花许当然不愿意拜钱长老这种区外院长老为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个钱长老倒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只是可惜这花许竟然提前知道关于卧龙武宗的一些事，他也算是活该。楚风心中暗暗的嘲笑起那个钱长老，虽然花许这样做的确不太厚道，可是那钱长老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就是以为花许不了解卧龙武宗的情况，所以想骗花许，先收花许为弟子。这样一来，虽然坑了花许，但他却能够进入北玄院，并且会因为花许的成长而得到更多的好处。只是可惜花许早就清楚卧龙武宗的情况，并没有上当。其实就算花许不知道4座分院的事，北玄院的长老也会告知他到底愿不愿意拜外院长老为师。
还是看他自己。花许特意说出他早就知道4座分院的事，只是想让人知道他族内有前辈在卧龙武宗，他是有靠山的罢了。段长老对楚风讲述道：“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楚风直至此时才知道，为何前长老说花许要拜他为师的时候，那些外院长老不相信了。原来就算花许自己不知道卧龙武宗的具体情况，北玄院长老也会告知。总之，进入此处的弟子不可能被骗，除非是真心想拜外院长老为师，否则外院长老想收通过测试的弟子为徒，恐怕难比登天。段长老，我若修为长进，日后有没有机会进入其他分院？楚风好奇地问道。楚风觉得紫菱那种级别弟子肯定不会在北玄院，可是楚风自己今日的表现，估计只能进入北玄院了。但若是日后能够重新选择，楚风当然想和紫菱在同一分院。无论长老还是弟子，只要进入4座分院，便不可更改。当初开宗祖师建立4座分院，是为了让弟子与长老在竞争的状态下，能够激发修炼的意志，促使修为进步更快。可是从根本上来说，其实4座分院的地位本是相同的，只是因为如今4座分院弟子实力出现了较大偏差，才导致4座分院的地位发生了倾斜。段柳峰解释道：“弟子明白了。”楚风虽然心中有些遗憾，但却也没有办法，毕竟他现在受卧龙魂甲影响，导致测试结果不佳，他已经丧失了选择的资格。楚风虽说如今北玄院的实力的确远不如其他3座分院，可那也只是长老与弟子的修为不如其他3座分院。东龙、西湖、南阙、北玄4座分院修炼的方式是相差不多的，无论在哪里，只要你认真修炼，修为都会大有长进，所以一定要刻苦修炼，不可懈怠，千万不要再回到外院。若是回到外院，那你的前程可就要受到影响。卧龙武宗规矩森严，哪怕你被淘汰到了外院，那你此生也就只能留在卧龙武宗。哪怕你厌倦了卧龙武宗，想要离开，回到你的家族也是不可能了。段长老对楚风提醒道，在他的口中，外院是绝对不能踏入的地方。若是来到了外院，将是一件十分悲惨的事情。可是外院长老不是能够出去招收弟子的吗？既然可以招收弟子，不就可以随意离开卧龙武宗？楚风好奇地问道。哪有那么简单？段柳峰笑了笑，随后便为楚风讲述起外院长老招收弟子之事。原来外院长老招收弟子并非是以自由之身离开卧龙武宗，以游历的方式去挑选弟子，实际上他们是在卧龙武宗之内进行挑选的。卧龙武宗的外院有着一座非常厉害的大阵，此阵名为卧龙通天阵。卧龙通天阵收集了许多圣光天河内的小辈消息，不过这些消息很是杂乱，与修为、天赋、经历有关，但却没有名字，没有背景的介绍。外院长老进入卧龙通天阵之中，就是要根据这些消息来分辨哪一个小辈是有前途的，是否能够通过卧龙武宗的天赋测试的。只要选定了那座卧龙通天阵，就可以将那小辈传送到那位长老身边。当然，每选择一次都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而且不同的小辈所花费的代价也是不同。这就是为何有的外院长老带了多名小辈来参加天赋测试，但是有的长老只带来了一位小辈参加天赋测试的原因，因为不同的小辈付出的代价乃是不同的，而那花费的代价就是卧龙晶石。卧龙晶石可以说是在卧龙武宗内流通的一种货币，许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这卧龙晶石。外院长老经过1年的积累，也会积累一定的卧龙晶石。大部分外院长老都会拿卧龙晶石进入卧龙通天阵，以卧龙晶石为代价去挑选弟子。若是挑选对了，哪怕弟子不拜自己为师，也可以得到奖赏。因为在弟子通过天赋测试之后，就算他本身不知道4座分院的事情，负责测试的长老事后也会告知，而拜师这种事又只能在通过天赋测试之后进行。所以就如段柳峰所暗示的那般，若外院长老真的想骗那些弟子拜自己为师，乃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莫说花许这种有背景的，就算没有背景的弟子，在得知真相之后也会拒绝外院长老，哪怕之前已经答应过，也还是会拒绝。所以通过天赋测试的弟子拜外院长老为师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所以大部分外院长老选择用卧龙晶石进入卧龙通天阵招收弟子，并不是想通过弟子拜自己为师而进入北玄院，而是期望于他们招收到了通过天赋测试的弟子后，宗门给予他们的赏赐。那赏赐不仅有卧龙晶石，还有修炼资源。当然，若是挑选的弟子没有通过天赋测试，那他们就要白白浪费卧龙晶石，这的确是有赌的成分的。但若是眼光毒辣，这卧龙通天阵的确是改变外院长老命运的机会。段长老，他们刚刚说你有3000年没有挑选弟子，那您是从未踏入卧龙通天阵，还是每一次挑选都失败了？楚风好奇地问道。这不是挑选到你了。段长老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却并没有告知楚风他想知道的答案。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楚风却觉得段长老不可能3000年的时间一个通过天赋测试的弟子都没选到，他应该是从未踏入过卧龙通天阵。但是身为外院长老，既然有这种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为何不去尝试呢？这让楚风觉得段长老有些神秘，对于他的事情也是越发好奇。段长老，那我若是拜您为师，您是不是就可以离开外院，进入北玄院，成为北玄院的长老？楚风再度问道。是这样的，段柳峰说道。师尊在上，弟子楚风愿拜您为师。忽然，楚风施以大礼，就要拜段柳峰为师。虽然刚刚相识，但是楚风觉得段柳峰人不错，他一直不进入卧龙通天阵去招收弟子，应该有自己的想法。那个神秘存在强行修改段柳峰的记忆，使得楚风成为了他招收的第一个弟子，这其实是违背了段柳峰的意愿的。因此，楚风对段柳峰怀有一些愧疚之情，所以才想拜他为师，进行一些弥补。楚风，你这是作甚？只是楚风刚刚施以拜师大礼，还未礼成，便被段柳峰阻止了。虽然段柳峰阻止了楚风，但楚风此举
还是吸引来了所有人的注意。一时之间，许多人看向段柳峰，都是面露嫉妒之色。只要招收的弟子愿意拜其为师，就可以离开外院，进入北玄院。这是许多外院长老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弟子愿意拜他们这些外院长老为师，这种可能性非常的低。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如此嫉妒段柳峰。更何况段柳峰根本都没有提让楚风拜他为师的事，是楚风自愿的。难怪说要找一个有眼缘的，原来段长老所谓的眼缘，乃是找一个听话的、好骗的、愿意拜你为师的弟子啊！那前长老以及在场的一些长老都冷嘲热讽起来，话语之中尽是酸气。楚风，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段柳峰并没有收你为弟子的打算。你若要找师尊，还是去北玄院内去找吧。谁曾想段柳峰竟拒绝了楚风的拜师请求，他此举也是让那些长老有些茫然。身为外院长老，竟会拒绝这种好事，他们实在不解。这位小友，你叫楚风是吗？这段柳峰不识好歹，你不必与他计较。你若要拜师，可以拜我呀，拜我为师吧。我膝下一个弟子都没有，你若愿拜我为师，我定是你为己出，将我毕生所学都倾囊相授。令人无语的一幕发生了。段柳峰拒绝了楚风之后，那些长老竟然纷纷开口要楚风拜他们为师。最主要的是，这些开口的无一例外都是之前曾羞辱过段柳峰的人。这些人可真是诠释了什么叫做不要脸这3个字。可是对此一幕，楚风却冷然一笑，这才说道：恕我直言，在这外院之中，除了段长老之外，没有一人有资格让我楚风拜他为师。楚风此话一出，顿时使得那些外院长老一个个的皆是面露不爽，拒绝也就算了，竟然还出言羞辱。这种事情也是少有发生，只是可能碍于段柳峰撑腰，也可能是考虑到楚风通过了测试，即将进入北玄院，他们虽很愤怒，但却也并未发作，而是默默地忍了下来。真是狂妄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进入东龙院的是你呢，不过可惜你只是勉强有资格进入北玄院的废物罢了。忽然一道嘲讽的声音响起，那并非长老是弟子，乃是花许。花许，我劝你话少一点，话太多容易挨打。楚风轻蔑地瞥了一眼花许，其实楚风并不知道这花许为何对他有这么大的敌意。如果说开始对楚风有敌意是因为前长老的话，那么现在可以看出花许对前长老也并不尊敬。非要解释的话，可能是因为除了他之外，在场之中楚风是最引人瞩目的，可能是因为觉得楚风抢了他的风头。可是对于这种货色，楚风并不放在眼中。他若无缘无故刁难，楚风绝对不会惯着他。挨打，狂妄的东西，就凭你吗？你若不服，现在可以切磋一下。果不其然，楚风的话激怒了花许。你若不介意脸面丢尽，我倒是可以成全你。楚风冷笑着看着花许，而花许也不客气，衣衫舞动，他那3品尊者的气息便释放而出。他当真要与楚风交手？你们2个当这里是什么地方？忽然一道老者的声音炸响开来，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威压更是横扫开来，那乃是至尊巅峰的气息，那是始终盘坐在3座测试台之后的老者之一。这些老者可都不是外院长老，他们都是北玄院的长老，而那位开口且释放威压的长老，在这几位长老之中也是一位特殊的存在。楚风，你虽通过了测试，但还是要安分守己，做人莫要太猖狂，尤其是在卧龙5宗之内，就你这种天赋，只能算得上是蝼蚁。我劝你一句，还是夹起尾巴做人，这样路能走得更长一些。那北玄院长老对楚风斥责道。见状，花许还很是得意，以为这长老是在帮他，可谁曾想，那长老刚刚斥责过楚风，便看向了花许。花许，你不要以为你的测试成绩好就可以为所欲为，若敢不遵从卧龙5宗的规矩，照样可以将你驱逐出去。这位长老竟连花许也是斥责了。花许虽然并不打算进入北玄院，但毕竟还没有进入东龙院，虽然有些不服，却也没敢说什么。但是他却并没有放过楚风，而是恶狠狠地对楚风暗中传音：楚风，你真是胆大，竟敢当众与我顶嘴！你以为那段柳风能保着你不成？我告诉你，与我花许作对，你的路已经走窄了，日后有你好果子吃。花许恶狠狠地看着楚风，对于花许这挑衅的暗中传音，楚风都没有回应，只是轻蔑的一笑。只是楚风这样的笑容，更是气得那花许咬牙切齿。尽管楚风和花许明面上停止了斗嘴，可是在场的弟子与长老们却是议论纷纷，都觉得楚风不知好歹，自毁前程。虽然现在的他们都是还未正式加入卧龙5宗的弟子，可是就凭借他们的测试结果，已是注定他们2人未来的前程各不相同。楚风一个只能加入北玄院的弟子，却得罪了有可能加入东龙院的花许，这绝对是自毁前程。好漂亮的姑娘，那是妖族的姑娘吧？忽然小背之中传来了阵阵惊呼，顺声观望，只见一老一少2道身影正在快速的飞掠而来。老者乃是外院长老，并无特殊之处，可是老者身旁的少女可就不太一般。她来自妖族，脑袋上那一对毛茸茸的兔耳朵已是最好的证明，但她此时却是幻化成了人族模样，并且非常的美，脸蛋稚嫩无比，肌肤就如煮熟的鸡蛋清一样白皙细腻，吹弹可破，而额头之上还刻有着一个星星纹路，也是让她看上去与众不同。此女虽然面容稚嫩，可身材却是极好，尤其是御空而来，红色长裙随风而动，一双雪白的长腿若隐若现，十分迷人。只是这腿就看得年轻男子们直吞口水。通过观察，人们发现她应该不仅仅是看上去稚嫩那么简单，她的年纪应该也是不大，小辈之中乃是极为年轻的那一种，并且她没有隐藏修为，她的修为所有人都感受得到，她的修为乃是9品尊者，小小年纪却已是尊者巅峰，至少从修为上，她已是远在花许之上。这老东西竟如此走运。
找到这样一位天才。外院长老们看着那正带着兔儿少女向此处靠近的老者，一个个的皆是面露不爽，嫉妒与羡慕再度毫不掩饰地彰显而出。尽管兔儿少女还未开始测试，但他们却已经从兔儿少女的年纪以及修为猜测出她的测试结果必然极佳，最差也会是灰色光华，搞不好会像那花许一样绽放出蓝色光华。姑娘，你我真是有缘。可就在此时，一道身影竟御空而起，向那少女飞掠而去。看清此人，人们也是有些意外，因为那拦路者竟是已经测试过天赋的花许。我认识你吗？少女眨巴着大眼睛打量了一下花许，我们之前的确不认识，但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了。我若没有猜错，你应该是群妖圣殿的星兔一族吧？花许大献殷勤，说话的时候目光一直在少女的身上扫来扫去。群妖圣殿的吗？只是花许此话一出，在场的许多小辈都是面容变化，再度看向那少女，眼中都不由自主的涌现出了一抹敬意。群妖圣殿是何的？圣光天河内少有人不知，那可是除了圣光一族外，圣光天河内最强的势力之一。卧龙武宗可能不是很在意群妖圣殿，可是他们这些刚刚来到卧龙武宗，一直在圣光天河修炼的人，群妖圣殿对他们而言可是相当有分量。有点眼光吗？你叫什么？被认出身份，少女也是颇为得意，不由主动问道。在下名为花许，乃是狮花妖族。花许介绍道。哦，狮花妖族，我知道，就是那个多次想加入群妖圣殿都被拒绝的妖族对吧？所以你是花妖哥？少女恍然大悟，以调侃的眼神打量起花许。只是此时的花许脸色却是变得有些不悦起来，毕竟少女这番话让她很是尴尬，但可能碍于少女身份，她并未发作，反而是尴尬的笑了笑。好了，花妖兄台，别挡路，我先进行测试，等测试结束再找你玩。少女说话的时候还拍了拍花许的肩膀，这大咧咧的举动却让花许好感倍增，误以为是少女对她有好感，之前的不悦立刻一扫而空。本姑娘凯旋而归。花许殷勤地说道。至于少女，说话间便向人群飞掠而来，只是下落之际，她的目光也是在人群中扫动了一眼。少女本就优秀，群妖圣殿的身份更是让她光芒万丈。她的目光扫来，许多小辈男子都是心跳加速，甚至有人竟然红了脸。原本少女只是大略的观察一下，可是当她的目光落在楚风的身上之后，却忽然停了下来，不仅停了下来，更是面容大惊。我的天啊，楚风，是你吗？楚风！少女激动不已，穿过人群，直接来到了楚风近前，那个架势恨不得要扑入楚风怀中。可是靠近楚风之后，又想起了什么，赶忙止住步伐，小心翼翼地打量起来。我的天哪，真的是你啊！我也太幸运了吧，竟在这里遇到了你。少女确定楚风身份，激动得又蹦又跳。可是这样一幕却是看得在场之人满头雾水，一时之间情绪颇为复杂。而楚风与少女接下来的对话更是让人们面色变化，目露惊容，那个表情就像是受到了刺激一般。姑娘，我认识你吗？楚风对少女问道。我这种小角色你当然不认识，但是我却不可能不认识你这种大人物。少女看待楚风的时候，就像是迷妹看到偶像一样，眼中除了激动与兴奋外，便尽是崇拜。此时人们再度看向楚风，眼中皆是充满了复杂之色。那些之前鄙夷嘲笑楚风的声音忽然停止了，人们再傻也能意识到，这个叫做楚风的年轻人似乎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有脑子。有一个人便不信邪，这位姑娘，你认错人了吧？这个家伙是一个废物。刚刚测试，他在测试台上只是释放出了白色光华，那花许也是飞落而下，直接落在了那兔儿少女的身旁，就好像生怕楚风把这位兔儿少女抢走一样，竟极不绅士的当众说起了楚风的测试结果。白色光华，你是说楚风？不可能吧？兔儿少女一脸的不相信，千真万确，你若不信，可问问其他人，他们都看到了。花许说此话的时候，还特意看向了在场的那些已经通过了天赋测试的人，他这目光是很有暗示性的。这些人都通过了测试，都将留在卧龙武宗，可是他花许却是能够拜入东龙院的人。那些弟子若是能与他搞好关系，必然不会是一件坏事。相反，若是得罪了他，那可就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对，这位姑娘，我们都看到了，那楚风虽通过了天赋测试，但是他的确只是释放出了白色光华，可是花许兄可是使得测试台绽放了蓝色光华。大家说的是真的，那楚风的测试结果的确一般，你若不信，可以问他自己啊。众人纷纷开口，甚至还有人说出了花许的测试成绩。这种言论让花许十分满意，可对于众人的附和的言论，那兔儿少女并没有太大反应，反而是看向了花许。你是不是进入此处之前在闭关啊？兔儿少女对花许问道。我的确是在闭关，我是闭关的途中被前长老发现，从而被引入这卧龙武宗的。花许说道。你们也在闭关？兔儿少女看向那些刚刚附和花许的弟子们，这位姑娘，这个问题根本无需问，卧龙通天阵选中的弟子基本上都是在闭关之中的。还不待那些弟子回答，此处的外院长老便给予了回答。是这个样子的吗？那就难怪了。兔儿少女面露微笑，她似乎是想通了什么，还为测试者快登台测试。就在此时，那位北玄院的长老则是不耐烦地催促起来。原来此时参加测试的弟子基本都已经做过了测试，就只有兔儿少女还没有。虽然在场之人都已意识到这位兔儿少女不简单，可是北玄院的长老还是有些脾气的，并不会太过纵容她，更不愿意过多的等待她。楚风公子，等我哦。兔儿少女对楚风眨了眨眼，随后便跳上了那测试台。很快便有光芒闪烁，那乃是紫色光华。第一个是紫色也就罢了，后面两个测试台同样都是紫色，紫色竟是紫色。
这是上等天赋啊！于长老，真是恭喜啊！你竟找到了如此优秀的弟子。兔儿少女的测试结果让此地沸腾了起来，许多人都开始向那位将兔儿少女招收到此地的长老道贺，而那位将兔儿少女招收到此处的于长老更是喜极而泣，想必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招收来的少女竟会如此的厉害。事实上，就连那些北玄院的长老们看待少女的目光也是有了变化。如果说淡蓝色的光华他们尚且不放在眼中的话，那么能使得测试台绽放出紫色光华的弟子，他们也是另眼相待。倘若说花许的天赋只是有可能被东龙院选中的话，兔儿少女的天赋可以说是必然会被东龙院选中的。姑娘，真是恭喜，你有如此天赋，在卧龙武宗必然会大有所为。姑娘，还不知你叫什么呢？花许第一个走上前去为兔儿少女道喜，可谁曾想少女竟没有理会花许，而是径直的走向楚风。楚风公子，我叫兔圆圆，接下来我们就是同门弟子了，你可要记住我的名字哦。兔儿少女来到楚风近前后说道。兔圆圆此举让那花许恶毒的眼神再度落到了楚风的身上，他一定不明白为何兔圆圆会这般友好的对待楚风，不过也能理解，他一直在闭关修炼，是在闭关修炼中被带入卧龙武宗的，他不知道楚风的事迹也是正常，但是这兔圆圆很显然是知道楚风的一些事的，否则他不会对楚风如此热情。天赋测试结束，所有通过测试赛的弟子随我来。北玄院的长老们说话间已是纷纷御空而起，见状，那些通过天赋测试的弟子们也是纷纷起身，楚风自然也不例外。北玄院的长老们带着他们穿过重重森林，到山脉，最终又来到了一座更为恢宏的广场之上。此时，这广场的四周已是聚集了不少人，有长老也有弟子，而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他们都是分成了4个部分聚集在一起，他们服饰上面都绣了字迹，所以只是看他们的服饰，楚风就知道他们的身份。东龙院的弟子和长老来的最少，长老只有几人，弟子也只有几十人。北玄院的弟子来的最多，长老都有几百人，弟子更是有几千人之多，因为他们的服饰都有着隔绝精神力的作用，除非是他们主动展示自己的修为，否则楚风也是无法看穿他们是何境界。但是总有一些喜欢彰显自己的人，所以尽管大部分弟子都隐藏了修为，可还是有极少数弟子的修为是暴露出来的，而暴露修为的人能让楚风对东龙、西湖、南阙、北玄4院弟子的实力做出一个大概的了解。东龙院的弟子的确更强，但是那几个展示修为的弟子也只是尊者巅峰而已，当然也有可能是东龙院在场的弟子之中还有更强的，只是没有展露修为罢了。至于其他3院的弟子，修为就更差了，尤其是北玄院竟然还有5仙初期的弟子，其他3院修为再弱也是尊者初期，5仙境的几乎没有，可是北玄院不仅5仙境的强者一大堆，竟还有5仙初期的弟子，这倒是可以对比出北玄院的确很弱，可是在楚风看来，哪怕是东龙院的弟子也并没有那么强。楚风依稀记得于婷那丫头告诉自己，她在卧龙武宗乃是弱的弟子，可实际上于婷并不弱，初次见面于婷就有着4品至尊的修为，而结界之术也同样达到了龙变异重，修武和结界之术都有着如此成就，足以看出于婷的天赋有多强。在圣光天河内，于婷的实力都是顶尖天才之列，于婷若是与在场这些弟子比，那她更是妖孽级天才，是人中之龙。看来于婷那个丫头很是谦虚嘛。楚风心中忍不住感慨起来，如今楚风也是顺利进入卧龙武宗，相信要不了多久就能见到于婷，一起商议救出紫菱的办法。尽管此时的卧龙武宗与楚风期待中的不太一样，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实力都没有达到楚风的预期，但楚风依旧没有小瞧卧龙武宗。先不说卧龙选拔阵内那位神秘存在，也不说于婷，就说那位李牧之就非常强横，8品至尊的修为，龙变3重的结界之术，至少对于当时的楚风来说，李牧之是极大的威胁。种种迹象已经证实卧龙武宗的实力很是强横。卧龙武宗之内也许并不是所有弟子都是特别顶尖的天才，但楚风几乎可以确定，在卧龙武宗里面绝对有妖孽级的天才存在。拿着楚风正在感慨之际，一位北玄院的长老走到楚风身前，将一个木牌递向了楚风，木牌为白色，上面还挂着一个绳子。那长老嘴上对楚风说，叫楚风拿着，可是楚风伸出手去接，他却并没有将那木牌递到楚风手中，而是将那木牌挂在了楚风的脖子上。楚风注意到所有人都会拿到这样的牌子，并且会挂在他们的脖子上面。楚风知道这木牌就是他们身份的标志，因为木牌上面是有字的，乃是下字，而花许他的不是木牌，而是一个蓝色石头制成的牌子，上面同样有字，乃是中字。至于那兔圆圆，他的牌子是净树材质，不仅为紫色，并且还闪烁着微微光滑，而他的牌子上面则是写着上字。兔圆圆形象出众，本来就是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当他得到这样的牌子后，人们看他的眼神更变了，毋庸置疑，兔圆圆已是成为了此处的焦点。分发过这代表身份的牌子后，那位先前阻止楚风和花许切磋的北玄院长老再一次走了出来。经过路上一些人的交谈，楚风已是得知这位长老名为道启年，在北玄院内是有着一些身份的。首先恭喜诸位小友加入我卧龙武宗，成为卧龙武宗的一份子。而我卧龙武宗分为东龙院、西湖院、南阙院以及北玄院4院，无论在哪院进行修炼，只要你努力、认真、刻苦，都必然会有收获。但若是能够有一个愿意悉心教导你的师尊，那毋庸置疑，在你修炼的道路上必是如虎添翼。等一下会有长老来挑选弟子，能被长老选中者就将拜长老为师，师尊在哪院，你们就将去哪院。当然，若是想收你们为弟子的师尊不符合你们的心意，
你们也是可以拒绝的。而那些没有被挑选中的弟子，将全部进入我北玄院。道启年长老为楚风等人讲述道：身为北玄院的长老，他似乎已经接受了北玄院不如其他3院这件事。明明没人选中的弟子被分到他北玄院，这不是什么体面的事，但他说起来却面无波澜。另外，你们可以看一下那里。忽然，道启年长老将手指向了广场的另一端，在那里有着一个比试台，比试台的顶端悬着一口大钟。楚风早就注意到了那口大钟，因为那口大钟上面刻写着不服2个字，这2个字以示说明那口大钟以及大钟下方的比试台是有着特殊作用的。长老挑选弟子是按照你们的天赋，但天赋测试有的时候也并不绝对。若是你们在场之中有人觉得等下那些长老挑选的弟子不如你们，便可以去敲响那口钟，向你们觉得不如你们之人发出挑战。不过我要提醒你们，首先对方可以不应战，就算应战了，并且你们战胜了对方，但是长老仍然可以选择到底收谁为徒。这钟若是敲下，可以证明你们自己，但能否改变前程却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若要敲钟，务必谨慎。当然，其实等一下不能被长老选中的弟子也不要灰心，卧龙武宗很大，你们接下来的路也很长。此次长老挑选弟子只是一个开始，日后你们还是会遇到中意你们的长老的，到时候再拜师也是不迟。况且就算没有师尊，也依旧可以进行修炼。道启年长老继续说道：其实蓝雀院和西虎院早就有长老在场了，但却一直没有走入广场挑选弟子，他们是在等待东龙院的长老率先挑选。虽说理论上来说4院乃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可随着长时间的实力不均衡，如今4院的关系早就有了极大的差别。如今的卧龙武宗4院乃是以东龙院为尊，哪怕西虎和南阙的大部分长老都是礼让于东龙院的长老的，就别说北玄院了。之所以会如此，只要是因为惧怕，当然也有个别的一些非东龙院之人，但却也同样不惧怕东龙院的长老，但是那些可都不是寻常之辈。终于有3道身影飞掠而来，人们所期盼的东龙院长老终于来到了此处。这3位长老都没有隐藏他们的气息，所以楚风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得到他们的实力。他们3位皆是5尊境的强者，虽然都是5尊初期，可是这个修为却已是非常利奥的，至少比其他3院的长老要强得多。因为在他们3人到来之前，此地最强的气息也只是至尊巅峰罢了。这再一次看出东龙院的确强于其他3院，怎么才来了3位长老？这3位长老虽强，但却让在场的一些弟子有些慌了。在场的弟子之中，紫色牌子有1位，蓝色牌子有3位，而灰色牌子的有着50多位，至于白色木牌的则有着2000多位。木牌的倒是无所谓，他们注定只能进入北玄院了。但是那些灰色牌子的是抱有一些幻想，希望东龙院会有长老选中他们。现在只来了3位东龙院长老，显然他们的美梦要落空了。这3位长老飞掠而来，直接落入了广场之中，开始了挑选弟子。应该是有着某种规定，所以这3位长老分别只挑选了1位弟子，就不再去看其他人。其中1位灰发的老妇人，她是3人之中实力最强的，有着2品5尊的修为。至于另外2位，虽然也都是5尊境，但只是1品5尊，所以那位老妇人率先将兔圆圆挑选走了。至于剩下的2位长老，有1位挑选了花许为弟子，而另外1位长老则是挑选了一个身材壮硕但同样是挂着蓝色牌子的男弟子。3位东龙院的长老挑选过后，西虎院的长老开始挑选，西虎院的长老挑选过后，蓝雀院的长老开始挑选。令人意外的是，西虎院和南雀院出来挑选弟子的长老也并不多，所以最后的结果，莫说一大群木牌弟子要进入北玄院，就连一些灰牌弟子也将要进入北玄院。弟子挑选结束之后，楚风等人便在北玄院长老的示意下暂时离开广场。广场之上就只留下了东龙、南阙、北玄3院的那些长老以及被长老挑选的弟子们。原来在这里挑选了弟子之后，就要在这里举行拜师礼，要等拜师礼结束之后才能散去。好在拜师礼很快，只是拜师礼结束之后，花许却忽然向其师尊告起了状。师尊，有人对弟子不敬，师尊觉得弟子应当如何？花许对其师尊问道：你现在已是我的弟子，若有人对你不敬，便是对为师不敬。是否有人欺负了你？若是有的话，大可告诉为师，为师为你撑腰。花许的师尊是一个骨瘦如柴但却一脸凶相的老头，他说话的时候还特意看向了北玄院的那些长老，下意识的就是觉得是北玄院的长老难为了花许，而他会为花许撑腰。师尊欺负弟子的并非长老，而是与弟子一样一位刚刚拜入卧龙武宗的弟子。花许此话一出，楚风心中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打算。花许这一出必然是冲着楚风来的。弟子是哪个弟子？他是如何对你不敬的？花许的师尊问道。此人暗中羞辱弟子，挑衅弟子。花许说道。是谁？花许师尊问道。紧接着不出楚风所料，花许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师尊就是此人。花许指着楚风说道。我也不为难你，与我弟子道歉，这件事就算了。花许师尊指着楚风说道。我若有错，道歉不难，可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为何要道歉？楚风问道。楚风，你可真是胆大包天，我师尊的话你也敢违抗？花许凝声问道。可谁曾想，楚风根本未曾理会花许，而是看着花许的师尊。这位长老，你选的这位弟子无凭无据便诬陷于我，你身为他的师尊，难道不该责罚于他吗？楚风说道。你是在说我弟子在说谎？花许师尊问道。当然，他说我对他不敬，那他可有证据？自从我与他见面，在场的弟子和北玄院的3位长老都有见证，我何时有对他不敬？楚风问道。你是暗中传音羞辱于我，旁人当然不能作证。花许说道。这样说来，
你就是无凭无据了。楚风反问道：师尊，弟子发誓，弟子刚刚所说属实，绝无半句谎话，请师尊为弟子做主。花许说话间，便跪在其师尊面前，竟然当众发誓：老夫相信自己的眼光，我选中的弟子人品绝对不会差。花许师尊说话间，便将花许搀扶了起来，随后便将那冷冽的目光看向楚风：机会给你了，你若是现在道歉认错，老夫不与你计较；但你若不思悔改，就有必要让你了解一下我卧龙武宗的规矩。楚风，你还不认错？与此同时，在场的一些长老竟也不分青红皂白，直接逼着楚风认错。这位长老既然无凭无据，怎能因花许的一句话就判定为楚风有错？这样未免有失公允吧？终于有人替楚风说话，而这位自然是兔圆圆。只是兔圆圆此话刚刚说出，兔圆圆刚刚拜下的师尊便瞪了兔圆圆一眼，此意已是非常明显，就是示意兔圆圆不关自己的事不要去管。有可能兔圆圆的师尊也暗中传音于他说了什么。兔圆圆此话说出后，脸色也是变得有些复杂起来。这位小友说的不无道理，但可世间之事，难道没有证据就不能断公允了吗？花许的师尊对兔圆圆说道。兔圆圆没有回答，只是低头默不作声，这是他妥协的表现。而事已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花许师尊的态度，今日他就是要为花许讨个说法。一时之间，各种目光投向楚风，有同情楚风刚刚拜入卧龙武宗就要遭受如此待遇，但更多的却是幸灾乐祸，觉得楚风不知好歹，就理当遭受惩罚。看来这位长老很是相信自己的眼光。楚风的嘴角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之后，便再度走上广场。本来人们以为楚风是妥协了，是要当众向花许认错，要跪地认错。眼见着楚风靠近，花许的师尊补充道。听闻此话，楚风嘴角的笑意更浓。随后楚风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花许与其师尊等众人身旁走过，他来到了那座比试台下方。紧接着楚风纵身而起，敲响了那口刻写着不服二字的大钟。见此一幕，众人皆是一惊，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反而是那兔圆圆嘴角扬起了一抹期待的弧度。他可以说得上是在场之中唯一一个没有因楚风此举而感到意外的人了。楚风，你这是不服哪位长老的选择？北玄院长老道启年问道。弟子并没有不服哪位长老的选择。楚风说道。放肆！道启年长老刚刚明明已与你们说过，那口中的意义既然没有不服之人，你怎敢敲下此钟？是存心捣乱不成？楚风此话刚出，还不待道启年说话，在场之中便有一些长老开始斥责楚风。这些人之所以这样针对楚风，并非与楚风有仇，只是单纯的想要拍花许师尊的马屁而已。楚风，你到底有何用意？自己来说。道启年倒是没有着急斥责楚风，而是继续追问道。回长老，弟子想要证明一件事。楚风说道。何事？道启年问道。那花许说弟子暗中羞辱于他，对他不敬，但弟子想证明他根本没有让我对他不敬的资格，就算羞辱，弟子也只会光明正大的羞辱，不屑用暗中传音这种卑劣手段。楚风说道。所以你要向花许挑战？道启年问道。正是。楚风说道。你敲响那口钟，挑战的可不是花许，而是老夫。你想证明你在花许之上，可是你那木牌已经证明了你不如花许。就算你现在的修为在花许之上，可日后也迟早会被花许超越。但老夫并非不讲理之人，你不是想证明自己吗？那老夫给你这个机会。许成。忽然花许的师尊高喝一声，弟子在。紧接着广场外的人群之中，便有一名男子飞掠而起，不仅落在了广场之上，更是落在了花许师尊的身前。这个名为许成的男子也是这位长老的弟子，可以说是花许的师兄。有人质疑老夫眼光，想要挑战你的师弟，这一战就由你来替你师弟出手。花许的师尊说道。遵命。那许成应下之后，便纵身而起，直接落在了比试台之上。见此一幕，各种议论之声响彻不断。听到那些人的议论，楚风已是得知这位收花许师尊的东龙院长老名为欧阳彻，但重点是他的那个弟子许成。这许成已并非小辈的年龄，如今已有500多岁，但是他的修为很强，可是有着一品至尊境的实力。长老，这符合规矩吗？楚风对道启年问道。被质疑的长老是可以任意挑选自己的弟子来应战的。楚风，你若现在认输，倒是可以不必比试。道启年说道。多谢长老提点。楚风对道启年施以一礼，他知道道启年乃是好意，但楚风却纵身而起，直接落在了比试台之上。你真的要替那花许与我一战？楚风对那许成问道。你既然上了台，可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现在想认输也是没有机会，胆敢质疑我师尊，我会给予你这个新人一个教训。许成话语平静，可是一双眼睛却充满凶狠，那种眼神就像是吃定了楚风一样，若是待他出手，他必然会狠狠地教训楚风一样。可忽然楚风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紧接着一声闷响传来，一道身影也是自比试台之上飞落而下。定睛一看，莫说弟子们，就连长老们也是大吃一惊，因为那自比试台笔直飞下的竟是花许的师兄，拥有一品至尊境的许成。至于楚风，就站在许成先前所在的地方，并且此一时楚风的修为也是释放而出。楚风他竟是一品至尊。人们再度看向楚风，无论是刚刚拜入卧龙武宗的新人，还是早就身为卧龙武宗弟子和长老们，都是满眼的惊色。一个小辈竟有至尊境的修为，这根本就不是平庸之辈能做到的事。